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部从台北来的黑色 W126的6缸分油盘完修之后的引擎测试。那这部车子，它原来的状况就是热车、冷车冷车发动的时候还没困难，但是热车一发动之后呢，一熄火就发不动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供油不足，那我们从机台上面看到它在整修之前的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应该在170 mol， 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应该在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应该170 mol， 结果我们看下来，它的出油量每一缸都相当平均，都落在110 mol 左右，这代表带回到堵塞。那这个现象比较常发现，那小油道堵塞就会高低不齐，高低不齐的话，怠速就不稳定。那这部车子呢是带油道堵塞，6缸供油量都不足。如果以这个状况，冷车发动，因为它有冷车加浓的机制，冷车发动还 OK， 但是一热了以后，因为冷车加浓的机制超过60度，它就退掉了。那就恢复到正常供油。那因为引擎热了那分油盘在行进当中，它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温度，引擎室温度可能80度，那分油盘因为它有汽油有进有出，1分钟循环2公升以上，所以分油盘大概在50、60度，手都还可以摸。如果在引擎运转当中，那如果说一熄火之后，因为它是铝合金的材料，它一熄火之后，马上就跟
引擎室的温度是同步了，也就会达到80几度了。那80几度的时候，因为它供油不足，那没有办法让车子能够发动。那除非多打几次，可打个5、6次，好，那打个5、6次之后呢，可能就可以就可以发动了。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热了以后，那因为供油不足，第一次油进来被热锁效应被退出去，多打几次让里面的油量充满了，然后分油盘也比较冷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发动。那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就是供油不足。那供油不足会造成稀薄燃烧。那如果说车子马力也不足，爬山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气无力。那因为它这个是太严重了，造成它很难发动。那很难发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够多打几次。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带回到堵塞它170只出了110，少了60ml，已经少了1/3，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供油量不足，也带回到堵塞所造成的。我们经过分油盘整修过了之后，它理论上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就好像楼上的水塔，我们30年的水塔，我们一定10年就可能会请水电帮我们清洗水塔，何况我们家用的水龙头是天天在用的，所以说因为有新的自来水在循环，所以还没有说像我们汽车油箱，因为后10年车子就很少跑了，那没有加汽油，那污染就是汽油挥发掉以后留下的胶质就越严重，所以我们车子整修好以后，记得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发动这个车子整修好以后，因为缸体都不是问题，这车子会跟新车一样，跑起来非常有力，很好跑，也不怕会熄火，所以应该要常常开。那如果不开的话，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0分钟，让油水电都循环。那油箱不要加到满，最好加半桶油就好了。那因为油箱汽油半年如果不使用，它就会变质。那变质，辛烷值就会降低，就会听到哒哒哒哒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车子不常开，加半桶油就好了。不要让油使用超过半年。那这部车子的大哥整修的第一个就分油盘，我们看到的外观整理的漂漂亮亮的，里面也全部都整修过了。6支喷油嘴，大哥用检测结果交给厂商清洗就 OK 了那火星塞的部分因为它火星塞它没有用错，它还是用 H7DC 的火星塞，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它火星塞已经污染太严重了所以因为这个是小钱，我们就直接换新了，所以火星塞大哥都换掉了至于说还有就是它的后面汽油帮浦跟汽油滤芯大哥没有更换，因为等一下我们会从数据会看到它的回流量也就是说汽油从这边打进来，从这边流回油箱，它1分钟我们应该在2公升以上，那它回流量还够，代表说汽油帮浦外表很旧，使用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的汽油压力打出来压力，汽油压力还够，然后油箱堵塞也不严重，也就是它有提供足够的油量，让汽油帮浦把汽油打到前面来，所以才会有好的回流量达到标准的回流量。等一下我们看到回流量大概在2.2左右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油箱如果当然汽油帮浦跟汽油滤芯能够换掉，当然是最好。那大哥有更换的就是它的蓄压器蓄压器严重漏油，那必须要更换。那当然汽油帮浦如果我们能够换新的话
所以当汽油帮部比较贵如果用 Bosch 来讲的话，那换下来可能要将近快4000多块。那但是汽油帮部换掉以后，因为它是有寿命的，它有碳刷，一磨损之后呢，这车子就挂点了，就停在路边了，就熄火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换掉的话，因为我们希望这个 W126的车子能够再跑20年。因为它所有的底盘的耗材、刹车连杆、避震器以及引擎角种种方面都有新料可以提供，而且又不便宜，又不贵几乎是国产价。那汽油帮补跟汽油滤芯如果能够换掉，当然最好。那因为汽油帮补的寿命应该在有10到12、5万之间，如果能够换掉的话，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什么时候汽油帮补碳刷磨光了，产生我们很不希望看到的过漏的现象。那这部车子大哥在试车的结果它的避震器很糟糕避震器建议更换，引擎角也很糟糕，引擎角也建议更换。那还有就是它的前面的转向跟避震系统的拉杆球头种种有虚位很多这建议应该要检查，最好更换，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把车子的这个引擎的部分把它整修完毕，这车子我们希望再开20年，何况这部车子的外观是整理的非常漂亮，应该都是室内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应该要爱惜。那行车品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避震器要换，引擎角要换，前面拉杆头、方向机、合上头的部分应该重新检查一遍让车子能够很舒舒服服的开出去，很快快乐乐的回家，然后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这部车子的变速箱的部分，感觉上还算正常变速箱还算正常。那这部车子的缸压，我们测出来都在12kg/cm平方左右都非常平均。等一下我们发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怠速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缸压都很平均没有高没有低应该要加95的汽油记得加95的汽油。这个积碳还不严重虽然刚好在极限值多跑高速公路，让车子能够有充分的新陈代谢其他的部分我们到车内来看看这部车子，我们来做一个冷车的发动。好，大哥，打开，因为仪表板把它打开好了。仪表板，因为它仪表板相当的暗仪表板很暗。这个如果希望仪表板它能够很明亮然后因为它一定会有香菇，我们看到很多香菇能够整修当然是最好因为大哥现在大哥有朋友专门做这个看起来如果灯光明亮，然后黑白分明，不要有香菇的话，那心情会比较愉快大哥把这个灯关掉，我们来看看它的 OK 好，我来看仪表是照明度也不够大哥已经打开了，已经几乎看不见了这个把灯光调到最亮也是一样，这个应该要完全看不见关掉。好，打开完全看不见这车子我们还会再跑20年，陪伴我们跑20年所以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改善再来找张大哥吧。好，我们现在把灯光把它打开。好了，我们来看到，大哥先来做个红火。温度在40度以下，代表现在是在冷车状态今天来说第一次启动。1点就着了。
哦，它现在目前转速哦它有冷车提速，还有冷车加浓缩一点就着了。我在转速大概在900左右因为它这个冷气目前没有工作因为冷媒可能冷媒不足它还有它的油量表油量表我们现在看到是油灯亮了，它油量表其实也有堵塞，有时候显示的不正确这个如果油量表的话，如果要处理油量表，这油量浮筒因为里面有脏了要做要叫整修，这来找张大哥，因为有朋友他们做这个东西 ，OK 对，还有这部车子的好像排气管破掉了，而且蛮严重了，好像是中段，感觉上中段破很大的洞，然后那个最后面的消音鼓也破了小破这个整个中段跟后段应该也要再处理了，因为这部车子它的马力是很足够的这部如果以126 M103来讲大哥都是同样的标准在做分油盘的整修，但是它的引擎马力算是很好的这个应该跟这个引擎的缸体的健康有关系这冷车也是，现在温度都还不到40度，现在还在40度，还这么样顺畅。OK， 我们到外面来坐外面来看看它外面的所有的数据。我们来看看它的回流量右下角这个2.26、2.39是代表1分钟流回去油箱的2.2公升这已经是符合标准的，代表油箱堵塞不严重。然后汽油帮补也够力，但是汽油帮补外表看起来很脏，什么时候会挂掉不知道如果能换掉最好，那顺便把汽油滤芯也换掉。现在转速我们看到大概在820、850已经降下来了，原来是在900多1000那我们来看看。这上面有3个表最右边的是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应该是在5.3伏特5伏特。那中间是空气流量感知器我们要摸索，我们换新重新校正它的电压最左边的是它的差压阀，它在做冷车加浓跟冷车提速补偿。OK， 我们来看看，它的怠速，动都不动了，怠速是相当稳定怠速动都不动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哥建议就是说，应该引擎脚要换掉，引擎脚是不好的转速已经我们来做个提速。引擎非常的顺畅因为还有就是它的高压线盖板大哥把它换新了，因为高压线盖板引擎盖一打开就是门面，它高压线盖板上下盖板都裂开了因为这东西很难找，那还好大哥都有备料，我们看起来舒服的。那至于说它的高压线跟分电盘的部分，大哥倒是没有检查，那个感觉上一发动起来就是很顺畅，所以说也应该是火花也够，所以说分电盘跟高压线的部分我大哥就略过了等一下，现在转速已经降下来，已经到700多了，720等一下，我们等热车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热车发动。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热车发动我大哥红火
哦，温度大概在70度上面哈，70度左右。OK， 来，大概来做个热车发动，一点就着了。啊，现在测试是没有油，不过它油表不太正确，有时候灯会亮，有时候灯不会亮，而且那指针显示的并不正确。OK， 好，大概来做个加油。相当顺畅，但是排气管，排气管的声音很大，还有听到漏气的声音。引擎非常顺畅，而且空无有力啊！大概再做一次。好，热车发动，一点就着了。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